近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与红苹果无人机合影，在未来，这款山寨版的歼20甚至将销往日韩，上演一场盗版打正版的画面。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虽然大家平时都在调侃土耳其，特别是在关于战机采购上，土耳其被美国耍得团团转，但不可否认的是，土耳其在战机研发上确实是有着一定水平存在的。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出色的 TB2， 虽然对比我国无人机来说，只能算是入门航模水平，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放在很多国家就是降维打击。而这还不算是土耳其的顶尖产品，土耳其的顶尖产品总共有3款，其中一款是被美国踢出 F-35 战机后的 TFX 国产隐身战机，另外2款则是安卡3和红苹果隐身无人机，其中红苹果无人机更是土耳其无人机的国产之光。在未来，土耳其还打算出售到全球各国，所以在对这款无人机的宣传上，土耳其是手段齐出，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都亲自对这款无人机进行带货推销。在近日，埃尔多安本人更是亲自来到了红苹果无人机的生产商拜卡公司的技术中心，和身后的红苹果无人机来了个亲密合影，借此机会来推销这款无人机。作为一款单发喷气式超音速隐身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在研发之初就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当前世界上连超音速无人机都很少，更别提这种能够隐身的超音速无人机了。按照拜卡公司的设想，这款无人机除了能够进行侦察任务之外，还能够进行战略攻击、精确打击、空中支援等打击任务，并且还采用了自主化设计和人工智能技术，使得它可以与有人战机进行联合作战，从而实现中程僚机的效果。目前，这款无人机已经首飞成功，能够依靠自主动力在地面上滑行。在未来，这款无人机更是将成为土耳其准航母的舰载机，让土耳其也成为一个拥有航母的军事大国。不过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款无人机的外形和歼20不能说像，简直称得上是完全一致，二者都采用了压翼布局，这种设计在无人机中可是绝无仅有的。但就是这样，这款无人机也只能算是个山寨歼20，并没有把歼20的精髓全部学到。由于飞控技术不到位，所以这款无人机的压翼是固定的， DSI 进气道也没有，受限于发动机性能有限，目前还只能实现亚音速，采用乌克兰的 AL322 加力发动机之后，才能实现超音速飞行。但这对于一架无人舰载机来说也够用了。目前全世界拥有隐身能力的舰载机只有 F-35 一款，而想要搭载这款舰载机也不是什么船都能的。像日本即便是拥有多艘准航母，那也得根据 F-35 去对那些船只的甲板进行针对性改造，而这种改造不但费时费力，还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并且 F-35 战机的运营维护也是一个大问题。此外，日本自卫队还抱怨，由于解放军的高强度巡航，让自卫队员出动战机频率太高，以至于累得3天2头摔飞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日本应该用无人机去对付解放军，但是美国却不愿意将高端无人机出口给日本，所以日本就算交了钱也迟迟不见货。在获得美国无人机无望的情况下，日本想要获得高端无人机，那就只剩下土耳其的红苹果无人机了。同样的，韩国也是，韩国海军实际上实力还算可以，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又没有足够的实力玩大型航母，只有几艘2栖攻击舰。这类型2栖攻击舰正好适合土耳其的红苹果无人机，不用怎么对甲板进行专门改造，就能够直接起降，并且还是这种超音速隐身无人机。除了美军 F-35 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舰载机能够比得上它了。如果这款山寨版歼20销往日韩，或许大家能够看到正版歼20与这山寨版过招，
上演一场李逵大战李鬼。日韩这两国身为美国的小弟，那是绝对的言听计从。特别是在我国的调和下，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美国也有样学样的命令日本和韩国关系恢复正常，并且日韩两国还进行了大量的军事部署，摆明了就是为了联合对付中国的。但若是为了对付这么个山寨版的歼20，就出动我国最顶尖的装备，未免也太大材小用了。论起无人机，我国现在可是不需任何国家的存在。